2026年3月的一个星期五，近千人排队排在深圳腾讯总部外面。这不是最新款手机的发表会，也不是某个超级巨星的演唱会，这些人排队单纯是为了拿一款软体。队伍里面有学生孩，有退休老人家，也有家庭主妇跟资深工程师，他们全都在追求同一个目标，一个名为 OpenCloud 的人工智慧助理。这个助理承诺要做到一件破天荒的事，一件过去所有聊天机器人都做不到的事，那就是真正替你完成手边的工作。同样的场景也在北京跟杭州疯狂上演。中国的社群媒体被一个新词汇彻底淹没，大家都在讨论怎么养一只小龙虾，这个绰号来自这个专案的红色龙虾吉祥物。现在这已经成为一种全新的全民运动，用来形容安装并训练专属人工智慧的过程。有一位在百度外面排队的民众说了一句话，精准总结了这个现象的核心心态。他说，身边所有人都已精装好这个系统了，自己绝对不能成为被时代抛下的那个人。大众媒体大多把这件事解读为软体热潮，或者把它看成是某种短暂的科技狂欢。但如果我们剥离这些表面的喧嚣，去拆解整个事件的底层运作逻辑，你会发现这根本不是什么单纯的软体升级，这是一场人类劳动力结构的彻底重组。就像原本只能依靠水流驱动的传统磨坊，突然集体换上了高功率的现代内燃机，整个社会的能量转换效率正在发生巨变。要看透这场变革的真实骨架，我们必须先了解 OpenCloud 到底是什么。这个专案来自一位奥地利城市设计师，他花了13年打造一家文件格式化公司，产品后来卖给全球将近10亿人使用，并在2024年以数百万美元高价卖出。但那之后他遇到严重的职业倦怠，他在一次访谈里面坦白说自己写不出程式码了，然后他买了一张单程机票飞到马德里，直接从科技圈的聚光灯下面消失。当他在远方慢慢恢复身心状态的时候，他看到生成式人工智慧正在全面爆发，那种想要创造新东西的渴望又回来了。到了2025年底的时候，他竟然只花了1个小时就做出原型，没有商业计划书，也没有任何投资人，甚至连一个正式的开发团队都没有。他说自己单纯是觉得市面上没有这种东西，感到非常烦躁，才亲手把它创造出来。最终的结果就是 OpenCloud 的诞生。这是一个开源的人工智慧代理系统，可以直接运行在使用者的个人电脑里面。OpenCloud 跟一般聊天机器人的差异非常巨大。一般的聊天机器人只会跟你讲话，但是 OpenCloud 会直接采取真实行动，它会自己安排会议跟回复电子邮件，也会上网搜寻资料，还有购买机票。它能整理档案，并且实际操作电脑软体，这一切全都是它自动自发完成的。它还能连接各种主流的通讯应用程式。到了2026年2月的时候，这位天才设计师被知名人工智慧公司网罗这家公司的执行长直接称赞他是一个天才，说他对智慧代理人有极度不凡的见解。后来这个专案被转移到一个独立基金，会确保这个强大的工具能够永远保持开源。这位设计师说自己收到来自4面8方的报价，其中甚至包含社群媒体巨头的邀约，但他选择了能提供最先进模型的顶尖阵营。故事发展到目前为止，听起来就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创新传奇。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改变了全球的局势。在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里面， OpenCloud 成为大众现象的速度，没有人能预测。根据美国网络安全公司的调查数据显示，短短几周内，中国的使用量就超越了美国。而且这些使用者并不只有专业的程式设计师，里面有想要自动化管理网络商店的老板，有寻求编辑协助的媒体内容团队，还有财务分析师跟充满好奇心的退休人员。各大科技巨头几乎在同一时间跳下来参战。腾讯推出了专属的工作伙伴系统，字节跳动打造了可以直接在浏览器运行的版本，完全不需要任何复杂的安装程序。阿里巴巴跟其他科技新星也纷纷加入战局。辉达的总裁甚至在美国电视节目上公开表示，他说 OpenCloud 绝对是下一个划时代产品。然后最让人感到意外的变数出现了，那就是地方政府的强力介入。深圳龙岗区推出了一套10项龙虾政策，这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官方补贴方案，只要你贡献程式码，最高可以拿到200万人民币。政府还发放折价券，帮你负担40%的部署成本。早期的创新专案甚至能拿到1000万的种子资金。无锡市也承诺提供500万用来推动机器人发展。苏州市更直接宣示要成为全球的单人公司之都。单人公司这4个字就是解开所有谜团的钥匙。这种全新的商业模式在中国非常盛行，它的运作逻辑其实非常简单粗暴，就是由一个人指挥一群人工智慧代理人去完成过去需要一整个团队才能做完的工作。代理人负责处理行销和财务，还有客户服务，甚至连行政工作跟写程式码都全包了。而人类创办人只需要负责愿景跟重大决策。资本与劳动力的传统博弈关系
在这里被彻底打破并重新洗牌。过去企业必须承担庞大的人事管理成本，现在这个成本被压缩到几乎不存在。有一位创业家把话说得非常明白，他说人类员工需要休息睡觉，但是 OpenCloud 可以24小时不停运转。我们从真实的数据就能看出这个现象的规模。在2025年中的时候，中国已经有超过1600万家个人独资企业，光是在过去6个月的时间里面就增加了将近300万家这种新形态的公司，成长幅度高达40%几。像杭州跟上海这样的重点城市正在免费提供共享办公空间跟运算资源，还针对这些单人创业者提供特殊贷款。在上海的创办人甚至可以免租金工作长达3年。一家知名顾问公司的专家对此下了精准的注解，他说中国正在把一个开源的工具直接转化为国家级的生产力基础设施，而且推进的速度是全球其他国家完全比不上的。但是现在我们必须来看事情的另外一面，这是一个极度严肃且致命的问题。如果你也偏好这种拨开迷雾深入本质的分析，帮我点个赞并按下订阅，我们继续推演更深层的机制。如果我们把大众媒体的赞叹先放在一边，把这件事拆解到无法再拆解的最小单位，我们会发现 OpenCloud 打破了旧有的权力边界。从资讯安全的底层逻辑来看，这个工具根本就是一场绝对的灾难。原因其实非常容易理解， OpenCloud 是在使用者的电脑里面运作，而且它拥有极度广泛的系统权限。它可以执行最高层级的系统指令，也能随意读取跟写入你硬碟里的任何档案。它会查看你的电子邮件跟私人行事历，这就是它能够高效完成工作的物理条件。但同时这也是它最致命的系统性屏障。这就像你雇佣到一位效率极高的新员工，但他完全无法分辨正常指令跟致命陷阱的差别，别人只要设下圈套，他就会毫不犹豫地踩进去。这些已经被记录下来的问题都是真实发生的。在2026年1月的异常安全审计里面，专家发现了512个安全漏洞，其中有8个是足以瘫痪系统的致命等级。研究人员在网络上找到了将近1000个安装节点，这些节点竟然完全没有任何身份验证机制，就这样赤裸裸地暴露在整个网络里面。其中一个案例更是让人冷汗直流。骇客轻易取得了核心的应用程式界面金钥，拿到了企业内部通讯软体的完整权限，看光了过去好几个月的所有对话记录，甚至还能用最高管理员的权限执行恶意指令。到了2月份，又爆出另一个严重的安全漏洞，恶意网站可以在几毫秒内偷走你的验证权杖。重点是使用者根本不需要点击任何东西，官方的扩充功能库也早就沦陷了。在超过1万个可用的扩充功能里面，竟然隐藏了800多个恶意的陷阱程式。知名自安团对测试了其中一个第三方工具，结果发现它会在背景偷偷窃取机密资料，甚至还会悄悄注入恶意指令，而电脑的主人从头到尾都完全没有察觉。这个专案的核心维护者直接发出严重警告，他说如果你不懂怎么使用终端机命令列，这个专案对你来说就实在太过危险了。微软也正是建议大家提高警戒层级，要求把 OpenCloud 视为不可信任的程式码，并且绝对不能安装在存有机密资料的电脑上。到了3月份的时候，中国官方直接下令禁止政府机关使用这个工具，所有国营企业的办公电脑也全面禁用。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故事最迷人的矛盾点，同一个强力禁止自己员工使用这套系统的政府，却同时撒出大把钞票鼓励一般市民安装，甚至花费数百万补贴私人企业全面导入。这背后的动机就像是在释放一个明确的讯号，这个东西对国家机器来说风险太高了，但是对民间市场来说它是一把破局的利刃。这里存在一个更高维度的长线演化视角。在中国发生的这场全民养龙瞎运动，绝对不只是一套软体工具的普及化而已，这是一场全尺寸的真实世界压力测试。它正在预演一场即将席卷全球的巨大过渡期，也就是从只会讲话的人工智慧全面进化到会采取真实行动的人工智慧。这是2种完全不同的能量释放模式。一个只会讲话的助理顶多就是给你错误答案，但一个会采取行动的代理人可以删光你的档案，它可以把你的毕生积蓄汇到陌生人的户头，或者把你的所有密码交给潜伏在暗处的骇客。这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就像是一个只会在旁边给建议的顾问，跟一个直接握有你保险箱钥匙的财务总管。当代理人或得行动能力的时候，风险与回报的杠杆就被推到了极限。在西方的商业世界里面，这种对系统风险的担忧严重，拖慢了普及速度。但是中国市场的主流思维却走上另一条路径。一位跨国科技企业的高层观察到一个现象，中国年轻世代早已习惯快速试错的演化节奏，这就像水温逐渐攀升，一旦达到100度便会全面沸腾，这是一场必然的质变。他们的直觉是，既然新技术已经摆在眼前了，
那不如就先用它来创造价值再说。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路径都有各自的道理，小心谨慎确实能够防止毁灭性的灾难发生，但同时也代表你可能在演化竞赛中落后，追求速度能够爆发出惊人的创新能量，但代价是把数百万人暴露在未知的风险里面。当被问到 Open Cloud 到底有多危险的时候，有一位使用者的回答非常直白，这句话完美捕捉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两难。他说，像我们这种普通的平民百姓，其实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交出了什么权限，当然也永远不知道对方暗中拿走了什么东西。面对这场正在发生的结构性变革，我们到底该如何重新锚定自己的认知？如果你是从事科技或内容行销的工作者，或是每天需要处理大量重复性电脑任务的人，你现在就必须开始理解代理人能做到什么程度。你不一定要立刻去安装充满漏洞的 Open Cloud， 但你必须熟悉这套全新的运作逻辑。大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了，只会说话的工具正在被会行动的工具淘汰，提早看懂这场相变的人就能掌握先机。如果你是一位创业家，或者正准备要创业，担任公司，这种全新模式绝对充满致命的吸引力，但你必须保持极度冷静的头脑。人工智慧确实能将你的生产力放大几百倍，但它永远无法取代人类独有的品味跟判断力，更无法取代看透长期周期的宏观视野。在一个任何成功套路都能被瞬间复制的时代，真正有价值的反而是你身上无法被运算的部分。如果你觉得自己完全不在科技产业里面，认为这一切疯狂的变化都跟你无关，这反而是风险最高也最危险的状态。这场席卷整个社会的龙虾狂热，是一次将超级生产力下放到一般平民的测试，在那个市场里被验证成功的模式，迟早会复制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失败的惨痛教训也会成为演化的重要养分。人类的工作世界正在我们眼前被重新设计，选择置身事外绝对是要付出庞大代价的。这是一场没有人能够逃避的板块运动。当执行的成本逐渐逼近零的时候，你认为人类在未来市场上的核心价值究竟会转移到哪一个全新的维度？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理性推演。想看透市场喧嚣背后的真实赛局与事物运作的底层法则，现在就按下赞与订阅，并把这支影片分享给更多人看见。我是点点思维，我们下一部影片见。